有去过传统中药行吗？在街头巷尾散发着药材香的中药行是很多台湾人的共同记忆。但是近几年来传统中药行却出现了严重的倒闭潮，甚至有人断言中药行很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就会走入历史。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药行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奇。中药行已经在台湾发展了上百年，看着老师傅从一格格的木头抽屉里面拿出药材做成这个药包，相信是很多台湾人的共同记忆。不过，这种传统的抓药体验可能很快就会消失。根据报道，台湾的传统中药行呢，正在以每年倒闭600到700家的速度大幅的消失当中。更有业界人士表示，再这样下去呢，传统中药行可能在未来的10到15年内全部倒闭，成为时代的眼泪。中药行真的要消失了吗？到底为什么中药行会衰退的这么严重？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做网站的需求吗？得过多项国际大奖的简讯设计是你最好的选择。无论是企业官网、互动答题、一页式的网页，或者是大型活动网站，我们都擅长透过资讯设计为你梳理出重要的资讯，再呈现给受众。除此之外，我们在网站制作上面也都符合 Google 的 SEO 规范，并且有直觉好用的后台，让你能够轻松管理内容，持续累积曝光流量。现在就联系我们，让我们根据你的预算跟目标，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也欢迎点击资讯栏看我们更多的作品哦。传统中药行在台湾的历史悠久，在西方医学还不普及的年代，中药行除了贩售各种中药材，也会跟中医师配合，帮民众看病啊、加抓药、调配这个丸、散、膏、丹或者煎药等等的服务。而且不只是治病哦，就连传统的保健食品，甚至到日常进补的这个姜母鸭、五香粉、紫云膏等等，也都可以在中药行买得到。可以说，过去台湾人的生老病死都离不开中药房，而一直到日治时期，这个状况才有了一些改变。当时日本政府积极的引进西方医学，因此推出了压制汉方医学的政策，很严格的控制中医师的数量，让中医师人数急速的锐减。但那个时候的人呢，还是更信赖中药，所以就算没有中医师他们还是很依靠中药行来满足日常的需求。也因此，就算在中医被打压的年代，台湾中药行也没有消失，店铺量反而不减反增。而在二战结束之后呢，中药行更是持续的蓬勃发展，店铺数呢在1990年代达到了巅峰。当时全台最多有15000家，15000家到底有多少呢？举个例子现在你到处都可以看到 7-Eleven， 其实全台的门市呢大约也只有6800家左右，比当时的中药行还少了一半。从这点呢就可以看出来中药行这个行业曾经有多么的风光。那为什么到了现在传统中药行会变成夕阳产业呢？近年来，不少报道都指出，传统中药行正面临非常可怕的倒闭潮。甚至呢，在日治时期，就是中药批发重镇的迪化街，很多的百年老店也都快撑不下去。像是在2021年拥有100年历史的前元药行呢倒闭，为业界投下了震撼弹。从数据来看中药行的数量呢，从1998年的15000多家腰斩到现在只剩下8000多家。在最严重的2018年呢，甚至一年就倒了747家。而最近中药商权联会的理事长跟直言如果以这个状况持续下去，恐怕在15年后台湾就找不到中药行了。到底为什么台湾中药行会渐渐的经营不下去了呢？导致传统中药行式微的原因可以从消费者跟业者两个角度来谈。先说消费者这一端，老一辈的人生病的时候，很可能会习惯去中药行抓药啊治病，可现在的年轻人习惯看西医吃西药，大部分的人呢对于中药不太熟悉，也很少主动会光顾中药行。而习惯到中药行治病啊进补的长辈，也随着时间逐渐的中高龄化，导致中药行的客群出现断层，变成了旧客群流失、新客人不来的情况。另外，即使是长辈呢，他们的消费习惯也因为全民健保的出现有了变化。1995年全民健保实施之后呢，规定只给付科学中药，也就是我们去中医诊所看诊会拿的那种浓缩中药粉。而在中药行会看到的那种用水熬煮的传统水煎药，就需要民众自费，一个免费，一个要钱，这也间接的影响了中药消费者去中药行的意愿。那这些消费习惯的改变，导致中药行式微的问题，其实还算比较好想象，但比较少人知道的是，中药行业者本身也遇到了很大的经营难题。很多中药行的业者认为，除了市场逐渐变小之外，中药行倒闭的关键原因其实是在于接班断层。
因为1993年之前的中药行呢，主要是以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模式经营店铺，帮你抓药的人呢，多半是借有多年的经验学会中药的知识，不一定有通过专业的资格认证。但后来为了保障民众的健康与用药安全，1993年药事法规定，经营中药行需要有合格的中医师、药师或者是药剂生驻店管理，而调配中药的行为呢，也只能够由药师进行。这表示说，中药行代代相传的传统经营模式正式退场，但这也同步衍生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很多传统中药行的业者并没有相关的证照啊，所以政策一通过呢，他们马上就面对没有人可以经营的大危机。因此，在中药业者的强烈陈情之下呢，1998年政府又修订了药事法，开放1993年前有修习中药课程、达到适当标准的中药商就可以继续的经营中药贩卖还有调配的服务。但是在1993年之后，如果你想要开中药行，就必须要通过国家考试，考取中药贩售的执照。而这样看起来，法规好像已经有放宽不少，但很多的中药业者还是抗议说，目前的法规等于是判了中药行安乐死，未来会导致没有人能够经营中药行。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要理解中药业者的疑虑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可以合法经营中药行的人有谁。基本上有3大类，第一呢是1993年以前的老中药商，第二是中医师还有药师，第三呢是通过认证考试的中药行业者。第一类的业者的人数呢已经越来越少，平均年龄也已经来到65岁以上，而且这个管道不会增加新的人，随着时间过去只会越来越少。而第二类的中医师跟药师，他们加入中药行的意愿也不高，因为中医师的训练呢，主要还是在看诊行医，经营中药行呢，还有很多经营销售的事情要管理，所以大部分的中医师呢，都更倾向选择去诊所啊、医院，比较少人想要去开中药行。而在药师方面，也因为西药领域的薪资待遇比较好，大部分的人呢，也会优先选择到西药诊所或是药局工作。因此，根据中药商全联会的这个观察中医师啊，还有药师真正投入经营中药行的比例只占了1% 到2%，难以解决中药行断层的问题。那不是还是有个第三个用考试取得执照的方法吗？那些中药行学徒或是2代真的想要经营得下去的话，为什么不去考试就好了呢？答案是因为根本没有考试可以考啊。在1998年药师法103条修订之后呢，本来应该要有卫福部还有考试院着手开始规划相关的考试，让中药从业人员可以考取执照，获得中药行合法经营权。但这个规划一拖就拖了20几年，还导致卫福部跟考试院遭到了监察院纠正。原因主要是因为各方团体对于这个考试的法规细项一直都无法达成共识。例如，在2011年的时候，卫福部曾经提出设置中药材管理技术室构想，希望让中药行的2代呢，通过这个检定考试之后，就能够合法的调配传统药方，继续传承现有的中药行。但是这个提案内容引发了医药专业人士反对，他们表示，通过考试的应答者名义上面只是技术人员，并没有受过完整的药学教育，这样子呢就能够调配药品完全无法保障民众的用药安全。而面对这个质疑中药商者表达说，大部分的中药从业人员长期待在中药行，熟知这个药材与药性，也透过丰富的实作经验累积一定的专业度，可以胜任调配的工作，希望争取设置检定考。但目前各方呢都尚未达成共识，因此中药行业者一直都没有相关的考试可以考，政府也已经超过20几年没有发出任何一张中药行的业者执照。而随着中药业者年纪越来越大，一旦他们退休或者过世，在没有人可以继承的状况之下，手上呢经营数十年的中药行也被迫关门大吉。而面对这个困境，中药行业者们也忍无可忍，决定上街抗议。在2018年呢，有上千名的中药商到卫福部的大门前抗议，要求政府重视中药业者面临的问题。隔年，卫福部公告药事法解释令，开发让有2年实务经验的业者可在修习学分之后继续的经营中药行。那虽然这个做法呢，一定程度的缓解了倒闭潮，但是中药行业者认为发照的状况还是不如预期，在没有正式把考试制度化的情况之下，中药行很可能会持续的衰弱下去。我们的团队成员在查资料的时候呢，真的是回忆满满的勾起了很多小时候陪着家人到中药行买各种药膳包的回忆。不过虽然是这样说但我们后来想一想，觉得我们自己也越来越少踏入中药行，中药行跟我们习惯的消费方式确实越来越遥远。所以除了今天我们谈的比较多的这个业者端问题，消费者的流失恐怕也是中药行下一个面对的大挑战。一个传承好几百年的产业，要怎么样去融入现代的监管机制跟消费市场里面？这个问题，我们相信很多产业呢，他们都会面临到一些危机。那当然，中药行业者们目前呢，也都很积极的在跟政府啊，还有各方团体进行协调，也努力的推出各种让年轻消费者更愿意亲近的产品。例如，有的中药行成立品牌，精致化中药商品的包装与形象，或是把中药行改建成咖啡馆啊，或是甜点，让中药材碰撞出新的可能性，吸引年轻人来上门光顾。
甚至是结合其他的产业，让中药房呢变成这个观光景点，还有教育场所等等，靠着自己的力量延续传统中药行的精神与生命。如果你是关心中药行的观众，那最近呢也不妨到中药行逛逛，用实际的行动支持他们吧。好的，那最后呢，想来问大家，你对传统中药行的印象是什么呢？我想要调理身体或是进补的时候，都会去中药行买药材。B 好像是长辈比较常去的店家，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去。C 没有习惯，也没有去过中药行，没有印象。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药行倒闭潮。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餐饮缺工以及健保制度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祝大家龙心大喜，新年迎新机最高值2000元，多点财神器送哈密 Point18000点，好运人人有，上网量加码送哦！走春最 lucky， 国际漫游畅享天天价，中华有心，龙心大喜，龙心为奖励，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